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LOL 拳头正式官宣新增第3个赛事，中韩对抗赛可能要回归了。LOL 电子竞技的官方赛事在几年之前数量是非常多的，包含有含金量高的 MSI 和 S 赛，还有洲际赛和全明星赛，但最近这几年就只剩下 MSI 和 S 赛。很多观众提议拳头新增国际赛事，结果拳头最近就给出了明确答复。拳头正式官宣新增第3赛事。外媒 Ship Esports 报道，拳头游戏将在2025年起新增一个 LOL 世界赛事，比赛的时间将安排在冬季和春季之间。目前这项赛事的赛制、比赛地点还没有确定，但有知情人士爆料，4大赛区都会有队伍参加这个世界性的赛事。这个消息成功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。说起新增赛事，观众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赛区对抗赛，也就是洲际赛。作为一种特殊的赛制，洲际对抗赛强调的不仅仅是单支战队的实力，更是整个赛区的综合实力。这种赛事模式的重要性在于，它不仅可以决出最强的赛区，还能促进各个赛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。在所有不同类型赛事中，只有洲际赛的特殊赛制是能和 MSI、S 赛区别开来的。S 赛和 MSI 是决出在特定版本中世界最强的队伍，而洲际赛是决出整体实力最强的赛区，是需要更强综合实力的赛事。洲际赛每个赛区参赛的队伍都会结成同盟，所有教练在一起讨论，战队之间互相帮助，商讨比赛细节，还有出战顺序等等。LPL 曾在2017年的洲际对抗赛上打出了惊艳的表现，成功击败了 LCK。这一胜利不仅令 LPL 队伍备受鼓舞，也让观众们对于洲际对抗赛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中韩对抗赛有望回归舞台。那一年 LPL 的4大战队可以说是最团结的一次，大家是真的卯足了劲想要干 LCK 一次，结果在半决赛发挥不好的情况下，决赛直接3-1带走 LCK 赛区，成功拿下冠军。比赛结束之后，现场解说娃娃米勒也是直接哭了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在那个 LPL 的黑暗时代，洲际赛的冠军到底有多重要。而在之后第2年的洲际赛上，更是上演了让观众们热血沸腾的剧情。在对阵 LCK 的决赛中，不被看好的 RW 战队一战逆袭，帮助 LPL 拖到第5局。RNG 获得再次上场的机会，成功击败 AFS， 帮助 LPL 完成卫冕。当时 Doimb 还没有夺冠，联手的是上单阿光和下路 SMLZ， 克列加死哥加打他弹家灭亡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期待洲际赛回归的原因。拳头官宣之后，明年最有可能回归的就是赛区对抗赛。大家最期待的还是中韩对抗赛，互相打嘴炮的那种。这种对抗赛不仅能激发选手们的竞技激情，还能为观众们呈现出一场精彩的对决。除了中韩对抗赛，欧美对抗赛也是观众们期待已久的赛事之一。在这样的对抗赛中，选手们不仅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实力，还能为自己的赛区争光。新增赛事目的，增多赛区交流。对于拳头游戏而言，新增赛事的目的之一就是增加赛区间的交流。通过洲际对抗赛这样的赛事，各大赛区的选手们将有更多的机会交手，从而提升彼此的竞技水平。而对于观众们来说，洲际对抗赛不仅是一场精彩的比赛，更是一次赛区间的交流与合作。然而，对于拳头游戏来说，新增赛事也面临着一些挑战，比如如何设计出一个能够吸引观众的赛事模式，如何确保各大赛区的平衡参与等等。但相信通过拳头游戏的努力和创新，新增赛事定将为 LOL 电竞增添新的活力，为观众们呈现出一场更加精彩的电竞盛宴。个人认为， LOL 世界各大赛区的队伍一年只有2次切磋的机会，属实有点太少了。2025年拳头新增赛事的一个核心目的就应该放在提升赛区交流上面，让各大赛区能有更多的机会交手。以客观角度分析，拳头如果让洲际赛回归的话，可以增加一点新的花样出来，在之前的基础上做出更有趣的赛制调整，来提升比赛的观赏性。如果新增赛事并非洲际赛，拳头可能需要想出更好的点子，想要区分开正赛，创造有新意的独立赛事，难度是很大的。之前拳头的4大赛事中，洲际赛主打赛区对抗
MSI 和 A 赛决出最强战队，然后全明星就是主打娱乐，不同赛区的选手互相组队来快乐游戏。说到全明星，个人认为全明星的1v1模式其实是一个观赏性很高的赛事，拳头或许可以开发一下这个1v1的 solo， 但问题是开发这个赛事难度太大的，一般来说很难独立去搞一个全世界的1v1赛事。如果在其他比赛中附带这个项目，大家都不会那么重视1v1，这就需要拳头好好想想办法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拳头洲际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